原来王一博，你这不是脚打滑，是在100米岩壁悬崖上故意放手摔下来，体验下坠感觉的呀。这可是相当于在33楼的高度上，脚踩不到5厘米的高空扁带溜达，切到远景。我看王一博那就是实打实的立于天地间的既视感切换到王一博视角，我看他在扁带上随着风上下弹跳的时候，隔着屏幕我都感到紧张害怕，感觉老师提醒他不要忘了呼吸，实际上提醒的是粉丝看视频不要忘了呼吸吧。谁能懂王一博第一次尝试就走个来回成功的难度含金量啊？首先是我最初以为的这挑战最大困难平衡力，就像费斯指导训练的时候说的，扁担的要义，脚摆直，膝盖放松，控制核心，要求王一博每走一步都要完全贴合扁担，否则容易偏移打滑核心。腰腹肌肉要持续发力去避免身体晃动。要知道王一博在低空首次尝试时都有点起步不稳，这里插一嘴，我觉得王一博是真绅士，都这样晃了，训练时握住女教练的手竟然还是这么有礼节性的，是一开始肉眼可见有点害怕的，嘟嘟囔囔 maybe 也好，还是 you go first 啥的，风大时也会直言现在有点紧张，但本着来都来了，我是主角没办法的原则，硬着头皮咬咬牙也上了。真的等他走到高空上的时候，扁带丝的难度系列那是真爆了好多倍，毕竟一到这样的100米高空中，即使明知道有安全系统，但人对高坠落就是有本能恐惧的，下面悬崖底部的空旷感还会加剧这种坠落恐慌感的每走一步都伴随着下一步会不会掉下去的疑惑，关键这种不确定性焦虑会下意识让人肌肉紧绷，从而破坏自己的平衡节奏。就像导演说的，真正要命的不是坠落本身，而是等待坠落的那一刻。关键老天爷还爱给他加戏，一到王一博上就上狂风，非常大的风在咆哮，都被吐槽成沙漠的台风了。这样的环境下如何克服恐惧，本能去放松成了第一要务，毕竟过度紧绷也会导致重心失衡，但王一博完成的很好，还真是没有他完不成的任务。从小街舞滑板练出来的平衡感和肌肉控制能力，让自己学会看终点而非脚下，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这么水灵灵完成第一次挑战了第二次，是尝试松开保护的高空扁带行走。他说完我要放手了，就让自己从扁带上掉落去，感受了一把坠落的恐惧，毕竟克服对坠落的恐惧最好的方式就是多掉几次，有风险有恐惧，是对身体的挑战，但也让我们找到自己强大的心理自制力。只是也像费斯说的，最大困难变成了坠落之后怎么重新爬回扁带，毕竟这首先要克坠落恐惧，还要在悬挂状态下保持冷静，同时能有强大的核心力量，精准控制平衡和身体动作。不过按照王一博还有精力顾上武当派来说，他是真和这个坠落恐高恐惧握手言和了。从身心来看，第一次做这任务难是真难的，不过王一博牛也是真牛，胆子大也是真大，所以成功的时候快乐也是真快乐。肾上腺素飙升是快感肾上腺素下降后的冷静交流，是最好的当下人生感悟。所以看他采访费斯那段，感觉他是真情实感共鸣了，你们说呢？看完你还有哪个场景印象最深呢？挂在岩壁上屁股抽筋，谁能懂我看最新探索心境，看得最胆战心惊紧张兮兮的时候，突然听到王一博他一本正经说着我的屁股抽筋的时候的脱离感啊。对不起王一博，这很活人感，但我真笑出来了。昨天热搜武当派，今天热搜屁股抽筋，早说了王一博你不能顾前不顾后啊，开玩笑啦。不过我这种不运动的人是真的第一次知道屁股也会抽筋，还是剧疼那种。因为传统攀岩是全身性运动，手指抓握，手臂拉扯，核心稳定，小腿踮脚，大腿蹬踏，屁股肌肉也就是臀肌都被压迫用力去对抗重力，防止身体晃荡和坠落。可以说王一博攀岩的过程全程需要全身肌肉协同工作，没有哪个部位是旁观者的，所以说攀岩练全身也是非常科学的。这些在王一博这一年的身材变化上也有具象化，虽然还是天生冷白皮和薄肌，但从手到脚趾，身体的每一块肌肉浑身都是劲，也是实打实的。毕竟如果你给说让我早上5点起床，然后指着这个远像避雷针似的122米高，相当于40层楼的卡斯尔顿塔，一个90度垂直光滑没啥落脚点的沙漠砂岩塔，告诉我说和我一争取在天黑之前爬到这个顶峰，别说臣妾做不做得到，估计听完就气血跟不上，老头就想跑了。毕竟在那山脚下人真就和蚂蚁差不多了，但王一博这种全身牛劲的人还真就兴致勃勃去了。整段攀岩光滑，岩壁狭小裂缝，王一博要在仅15到45厘米宽的岩缝中寻找一个个支点，一点点往上爬，难是真难啊。全程看得我咯噔又咯噔的，看他手臂因极度充血而不受控制的抖动时我心慌，看他滑坡的时候我都共情到疼了。
每一个岩点都得靠自己去选择，每走一步路都得靠自己去摸索手流血了。脚在打滑，但岩壁上只能靠自己，不能后退一步。一旦打退堂鼓，就很难能往上坚持，爬了千难万难，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爬上了这个顶峰。去相见1R山顶 freestyle 也好，完成挑战后的每次 DISC 也罢，都能算是王一博的 MVP 结算名场面了吧？伤痕累累是真的，但意气风发更是真的。他在强健自己的体魄，在直面恐惧，在探索热爱，在保证安全下一点点突破自我，体验挑战自我的快乐一点，让自己从身心都变得更强，想想都替他开心。最后想说，王一博，你在每天噔努力爬的时候，想过播出时热搜会是你的屁股抽筋吗？王一博的探索心境一来，我们清汤寡水的日子就结束了，欢乐的源泉，顶配的颜值，旷野的人生，躁动的心情。此刻我们幸福了，花絮放不停，王一博上场，晒出自己攀爬到120米的山顶，过程中与自己同行的人还有在山顶跳舞，果然应了那句在世界任何地方跳舞都没错。可是拍照的角度还是那么真实的对脸，他怎么可以这么又萌又搞笑的王一博？看起来不搞笑，干的事却挺好笑，水灵灵的又把自己干上热搜话题。王一博小气了是不是？结果下一秒就是屁股都抽筋了。我们直接笑到想翻桌子，这么奇特的话题，居然是王一博在114米高空，扁带突然失衡坠落，本能护住关键部位，结果被网友狂刷黄叮当猫的举动明眼，人一看就懂。扛着8倍镜的摩托姐姐王一博岂会不知道？你们他在探索攀岩，你们探索，王一博盯着大肌肉，流着哈喇子，做着表情包，忙着找乐子。不少人都被王一博攀岩、山顶自行车走遍带的胆量折服，而老粉一机灵就给带偏了方向，什么起床就蹦迪，撅着屁股往上爬，屁股抽筋了，劈柴石头先裂了，下落先护裆，口上说着不辣，下一秒辣到流泪，都给你放大出来。我们王一博不要面子吗？他是王大胆，不是王大方，各位清醒一点。他在用运动带着我们探索内核，各位请礼貌安利。玩梗可以，可别把他给整成搞笑明星王一博。该小气小气，该大气绝不含糊。高空扁带行走，强风力失衡坠落的瞬间，他本能做出武当自保，真实到没有半点偶像包袱。这份小气是对自己的实在，不硬撑不惹事的实在。到了该大气的地方，他从不含糊。香港火灾牵动人心，他悄悄捐了100万元，并向用于受灾居民过渡安置和生活物资补给，没有任何宣传。探索新境2开播，仅 SVIP 可看，却拿下全站热搜榜，一在线观看人数破100多万，热度标志19953，观众认可度对他的认可与日俱增。山地自行车、垂直裂缝、攀岩走扁带，并非顺利，都是王一博初次尝试，可是他的心态很好。承认做不到是当下，坚持继续做是回答，一步步的迈进，结果会在时间里给到见证。这就是王一博通过纪录片的方式，给了我们一个鲜活的生活态度。攀岩是一种与失败打交道的练习，你不会选择一条你知道自己可以很轻松完成的线路，你需要全力以赴，不断尝试，即使一次次失败，也要在过程中不断学习，直到成功。而王一博认为，攀岩在考验心态，只要越放松，所有的动作才可以完成。小气是不端架子真实，大气是藏在沉默里的担当，生命力就是鲜活。人因真实而鲜活，因清醒而自由。他说前几年太忙累了乏了，他要放松，走进大自然，感受生活真实的活人感。此刻在王一博身上具象化，